小的，却直面风雨，独行使命，留下坚定背影。乘风吧，长夜一线之隔的黎明，前行吧，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。去战吧，见证光明，爱用交织搏击，守护吧，理想炙热如炬，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，不再彷徨，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，迷雾消散，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，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。订机票就同城，天天低价，想飞就飞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所有人都说李全就是老 A， 我也问过李全，他也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老 A。不过就在刚刚，郭检告诉我，李全那边好像有新的情况。小北出事前，你俩见过吗？北哥出事之前，我俩见过一次。这样，北哥，你这选什么地儿啊？别废话了，没人跟着你吧？没有，放心吧，放好几圈了都。那就行。你最近躲哪儿了？去你家敲门，怎么就有人堵着呢？还？幸亏叔叔不知道，否则呀，我临时搬了个地儿，离这不远，等会儿告诉你地址啊，千万保密啊。哎，放心吧，我嘴严着呢。找我什么事儿？都没人听我说说话，我就是想看看你，听听你声音，男的。北哥，你这状态不对呀，跟老爹吵架呢？男的，你也知道那帮人的手段，我也没拜托过你什么事儿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常替我去看看我家人，尤其是我姐，你别让她太孤单了。不是北哥，你别吓唬我啊！怎么跟说遗书似的？不管你老爹了。瞧你这点出息，他用不着我管，死不了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谁呀？拉黑我？信你没有啊？男的，我跟你说的事你记住没啊？放心吧，记住了。我看到新闻里面田翘河那个事儿，我前几天还去他家了，发现确实没跟我开玩笑。那个，他们那帮人要是再来找我的话怎么办？不会啦。为啥？因为那一片一共有11个治安摄像头，一会儿核对就会给负责那一片的派出所打电话，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。大奶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帮你和小北？你们啊，虽然偶尔干点这个出格的事儿，但是本质都不坏。但你说小北这回干着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几十个警察忙了几天了，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你可给我一定好好的啊！嗯，我一定。我为了啥？我就为了不让你丢面，我肯定为了好好的。行，回家了。那我走了啊。行，那个小北要是有消息的话，你知会我一声。行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谢谢。省点花啊，这是饭钱。好。啊，给你。谢谢。这些小子怎么都过得稀里糊涂的？你呀，在检察官里头已经算是很优秀的了，但你缺了一课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说呀，我等你说呢。生活，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。我呢，当刑警这些年，有2次有幸被放到了基层派出所。像我们这种在机关待惯的人，以为自己很了解生活，但是一到那儿发现，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想象那样。你说这个我倒是挺服气的，确实，干我们这行的人确实是得接地气。什么是地气呀？不就是那些张家长李家短，那些老百姓之间的事儿吗？展开来说说，你是怎么从火热的生活中来，再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？哎呀，我真的有点困了，改天。你像我这些经验，它也不是一下子来的，那都是付出过成本的。你怎么也得请我吃顿大餐啊，起码火锅，啊，哪天请我吃火锅，我跟你讲。我说你这人真的有点得寸进尺啊！你明天干什么？明天你的事儿，我的事儿。朱星的案子，我得好好准备准备。对方的律师真的是有备而来。还有呢？还有李全的事儿，应该是有点效果。他今天还主动要求见我，但我呢就打算晾他一晾。明天呢，我再去趟监狱审一下他同伙里那几个人，等他然后把这个消息放出去，让他自己着急。你呢？干嘛去？去找罗小婷、张叔、詹梅？开始了解我了。行，咱们都开始相互了解了。先走了啊！注意安全啊！何警官，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张小北呀，没来找过我呀。那您再想想，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找过您？我是没有。哎，对了，前几天有一个叫张晓光的，我人都没见着，他扔了一封信在地上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就这个，里面有封信，还有些钱。果然是他。谁呀？郭姐，您找我？啊，进来。哎，郭姐。哦。是这样啊，这个最近这段呢，张小北这个事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在想啊，既然张小北事件能够通过直播啊、短视频这些网络工具发酵，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借助网络啊，更好地进行普法，也提高这个群众的法治观念？您的意思是？我想啊，就是咱们检察院呢也开一个账号，平时播一些这个普法的短视频，然后适当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做一些跟法律有关的直播，在线替咱们老百姓答疑解惑。检委会研究了一下，还是由你来打这个头阵，啊，今天就搞第1场直播。让我来？来，还是你。啊，那当然了，这个不能耽误本职工作，咱们尽量还是利用休息时间，啊，这个账号呢，宣传处已经做好了，待会儿您跟他们对接一下。好。
今天就先播1个小时试试。你看看这个。贺警官，安妮姐跟我嘱咐过了，不瞒你，张小北确实给我发过私信。他为什么给你发私信？他信里说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之前为施小虎发过声，所以他很信任我，希望我能帮到他。毕竟我是个大 V 嘛。张小北有消息了吗？到目前还没有消息。为他祈祷，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很善良的人，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放弃生命。谢谢你。对了，小婷，我们在张小北的电脑里看到了他给你发的私信的草稿，但是全文看不到，具体内容是什么呀？就跟他直播的时候说的差不多。方不方便给我看一眼？谢谢。您看，他就是说了一些施小虎的事儿，因为这个事儿针对慧泉，还提到了非法网贷，还因为这个事儿牵扯到了我爸，说我爸收了黑心钱，替慧泉干脏事儿。你就因为这个，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跟你安妮姐说，是吗？他毕竟是我爸呀。小婷啊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，不管真假，我希望你能第一时间的跟我们公安机关或者跟你安妮姐讲，毕竟事关人命，你早点告诉我们，没准能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。我知道，何警官。要是有小北的消息，你能告诉我一声吗？没问题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直播呢，你说对面是不是有几千个人看着我呀？紧张了，姐？这有什么紧张的？不就是说话吗？临阵不慌是咱们公诉人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。你紧张也没事儿，反正直播间现在就3个人，还有1个是我。为什么这么少人啊？你不是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气涨上去吗？是有办法呀，比如 PK 啊、打榜或者连麦。哎，你要不试试连麦吧？对方粉丝要是喜欢你的话，也会关注你的。家人们，赶紧给我点点关注，一会儿就给大家表演一段热舞。OK，some of the people， 家人们、兄弟们，咱们关注走一波。我是你们的南山龙哥。兄弟们、家人们，咱们今天必须给力！今天谁来连我都不怕。哎，有连线，让我们看看他是谁。你好，南山龙哥，我是中江省江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，我叫安妮，贸然跟你连麦，我想问检察官，对不起，检察官姐姐，我真错了，我真不是什么坏人，我从小就老实孩子，我今天说过那个南山我罩着，我吹牛呢，对不起，检察官姐姐，我真不是什么坏人，我挂了，我是，给我挂了。咱这一波涨好多粉丝呢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一晚上能破万了吧？咱们，你赶紧再连一个，再连一个。防范电信网络犯罪的成效工作机制，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的严厉打击诈骗犯罪，维护社会的诚信体系。最后提醒大家，不存贪婪心，诈骗难得逞，虚拟号码多陷阱，接听陌生号码要谨慎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以后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，祝大家晚安。你快看手机，你快看，咱们江城市检察院短视频号一晚上涨了8万粉丝，8万了！你现在是网红了。什么网红啊？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轻盈无边天山白，淘淘养颜卫生巾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就是他儿子死了。你看这当爸的，居然一点也不伤心。这父子俩啊，缘分太浅了。他老爸住医院这么长时间，他顶天只来过3次。他每次来啊，都把他老爸气得够呛，最后啊，都是让护士给轰出去的。我眼不花耳不聋啊！
别在背地里嚼舌根，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张叔啊，哎，何军官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何队来了啊。哎，张叔您别动，来，我把床摇起来。啊，好。最近怎么样啊？不死不活的，就那样吧。小北来看过您吗？老胡特，过一阵呢，我要出趟远门。要是有任何人问起你啊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要是听到任何关于我死了的消息啊，你可千万别信，也别激动，那都是老子玩的金蝉脱壳的把戏啊！小兔崽子，你又干什么去？淘金去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咽气儿了，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这个你眼里的废物是怎么发财的。等我回来以后啊，你就不用再过苦日子了。我给你换个 VIP 病房，请个看护，再请个保姆，天天换着花样伺候您。妈和姐走的都早，这些年呀，苦了你这个老光棍儿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老子啊，啥都不要。你病糊涂了吧你？儿子花钱孝敬你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哼！等我的病治好了，能下床了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你的膝盖给你踢碎了，天天跪在地上起不来，你信不信？行，那你就永远都别好。我这懒得跟你废话，好好的心情说不了两句，让你给搞了。哎呦，哎，是不是张小板那个混蛋，他肯定闯祸了，对吧？没有，我们前2天还见了面呢。他说您喜欢吃陕西的苹果，我今天特意给您买了。不可能，他什么时候这样孝顺过我？我这辈子没他这样的儿子，啊，他根本没办法跟他姐姐比。好了，我可怜的婉如，好了，你怎么想把法医不走了，我的婉如，婉如啊你！这张老爷子戏有点过啊，但我觉得至少能证明一件事：张小北这招很有可能玩的就是个瞒天过海。哎，不对，瞒天过河，过的就是他跳的那条清水河。这小子肯定是做戏的，我就说嘛，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扑通了。但是我看呢，他爹有可能确实不知道他去哪儿，毕竟知道的人越少，对他越安全。只要人没真死，一切都好说。下一步就是要找出他的问题了。哎，这你可得多费点心啊，毕竟是你们公安部门的事儿。好。你们在这儿呢？那你们开会了？我先挂了啊。好。哎呦，给谁打电话呢？这是，这自己叫上扬的。别贫了，开会。东西带了？带了。同志们都知道啊，最高检在过去不到3年的时间里，陆续发出了5次检查建议，范围呢涉及校园性侵、规范公告送达、强化金融监管、严防印警吃人、防治虚假诉讼，努力探索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，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的科学化、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。这一次围绕着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、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、未成年网络保护等有关问题，又专门发出了6号检查建议。在这里呢，我想插一句，同志们，当新时期的犯罪手段具备了网络的属性，那么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无孔不入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坚决贯彻落实6号检查建议中提出的核心任务，斩断网络犯罪的黑手。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啊，再深入的总结消化。
一会儿安妮和王鹤宇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散会。封路了，发生什么大事了？清水河？哎呀，你们两位是有口福了，这是我老家刚出的新茶，刚刚家里人快递过来的，好好品品。好，我来的。这个根据高检院6号检察建议的相关精神，院党组还有检委会讨论了一下，就决定由你们两位负责攻克打击新型网络犯罪这个难题，先熟悉一下业务，进入情况，为咱们将来成立专门的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相关机制铺个路。同时呢，也要把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作为一个课题，重点研究一下如何引导公安机关电子远程勘验取证，如何规范提取、存储、转移电子数据，如何审查甄别电子数据的真伪，对于可能会灭失的电子数据，那么如何把它转化成其他类型的证据，等等吧。你们有什么意见？没意见。没意见。我要申诉！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！我要申诉！我要申诉！你们检察院一定要替我做主！我要申诉！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！我要申诉！对了，就你们手头的案子，也还是要本着谁主办、谁负责的态度一定要负责到底，直到办理完结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有丝毫放松。这个阶段呢，可能就辛苦两位，得多加点班，克服一下这个度过这个阶段，等着网络犯罪这事儿咱给他理清楚了，上了正轨，我给你们放假。郭姐，您放心啊，这个技多不压身，再多的案子呀也累不垮我俩。再说了，这个网络犯罪的确是新课题，那我们俩更应该主动的适应新环境。对。喂，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来，你们俩一块儿吧。不行，你们要替我撑腰，我要找你们领导。这怎么回事？我要申诉，我要找领导。您起来说，您起来说。都别拍了，好，都别拍了。我不起来，我要申诉，我要找你们领导，我要申诉。大姐，这是市检察院12309服务中心，我是检察长郭洪江，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，所有的问题咱们慢慢解决，好吧？您真的是检察长？是。领导，你要替我撑腰啊！您到检察院来就是寻求帮助的，咱们检察院呢也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。但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，好吧？来，阿姨，我扶你起来。姑娘，我要让你来帮我。我？这样吧，咱们进去说，好不好？领导，你一定要让他来帮我。我听说他是市家检察官，特别能够替我们老百姓撑腰。你要答应我，我就进去。好，您放心。来，阿姨，咱们进去吧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大家就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大姐，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。关于你要求再审被法院驳回，再找到我们检察院希望抗诉，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。但是检察院要抗诉呢，有一套非常规范的标准和程序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程序来走。这个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。一会儿有专门负责接待抗诉的第6检察部的王娜检察官来和您对接。具体呢，
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案子是不是符合抗诉这个标准。只有符合这个标准，我们检察院才能启动抗诉程序。至于你这个事呢，这个也确实是不归安检察官他们部门管。我只相信安检察官，安检察官他要不管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哎呦，原来小安这10家真是没白拿，深入人心了啊！是这样，大姐，我们这儿每一个检察官都会和安检察官一样认真负责，秉公办事，这个你放心。当然了，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，安检察官也会为你提供帮助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待会儿呢还有个会，就先不陪你了啊。不行，领导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让安检察官他全程盯我这个案子，好，就算我求你了。大姐，你这个情况也确实特殊。这样吧，安检察官，待会儿你陪王大检察官一块儿审查一下资料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可以考虑搞一场检察听证会来解决大姐家这个问题。好的，顾姐。哎呀，大姐您放心了啊，这不我们安检察官陪着您。好，哎呦，太感谢了。大姐，我们这12309检察服务中心呢，就是为咱百姓释法说理的地方。我们是7天有回应，3个月有答复，一定是为民办事，秉公执法，这个请您放心。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。还有啊，咱们今后呢，有事儿说事儿啊，有冤说冤啊，有困难说困难，但是咱们不能下跪。好，谢谢领导，谢谢。您先坐，先坐。您坐。哦，对，我走了。哎，师傅，北湾派出所转过来一个案子，想让咱们跟进一下。什么案子？入室抢劫的。伤人了吗？没有，受害人周旋了半天，拿了8000块钱给嫌疑人，然后报的警。这人还挺聪明。你让小刘跟进这案子吧，找当事人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。我一会儿得去找趟安妮。师傅，您这会儿吃的哪顿饭呀？午饭。这都几点了？哦，对了，张小北有消息了吗？我估计快了。韩轩，调一下网络回放，我看一下庭审全程。这水给您晾好了，温度刚好。好，快看。早给您调出来了，看。审判长，出于人道主义，我十分同情死者施小虎的母亲，但是本案还是要围绕法律关系本身。一个人选择自杀，到底和他玩的游戏有多大关系？更何况侵权责任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原告律师的有效论证。施小虎是在沉迷汇权游戏之后，与其家长的关系急转直下，继而离家出走。怎么能够说施小虎的死亡与汇权公司没有关系呢？原告律师的这番推论，我实在无法认同。说一个不恰当的例子，按照您这个逻辑，有人车祸，有人食物中毒，只要玩过游戏，全都可以怪在游戏身上，而且完全可以和我们汇权相关了。施小虎在离家出走之前，已经被诊断为双向精神障碍。这是一份诊断证明，其主治医生判断施小虎因为长期沉溺在游戏中，缺少和家长、朋友之间的正常交流，故而导致其病情的加重。这也是导致施小虎离家出走极端行为的诱发原因。综上所述，正是因为汇权游戏的高层领导人对于游戏时间的不限制，所以施小虎的病情愈演愈烈，最终导致了这个悲剧的结果。针对原告律师的观点，汇权游戏对游戏时长不加限制，导致施小虎病情加重，进而走向绝路。被告作何答复？审判长，我能说两句吗？说。首先，对于这个施小虎的意外身亡，我们汇权上下深表遗憾。其次，关于限制游戏时长的问题，我们汇权
和其他业内同仁一样，依法做好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。只是我们没有考虑到，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也有可能拥有各种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不同的精神方面的问题。最近，我已经带领我的技术团队，紧急开发并上线了精神健康调查问卷。在未来，只有通过确认精神健康无误的用户，才能享受我们汇泉提供的符合健康人群自主判断的更长的游戏时间。也希望将来能少一些同类型的悲剧的发生。对于施小虎，我表示很遗憾。是我们没有考虑到，施小虎作为一个成年人，竟然是具有不为人知的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的一个特殊的用户。作为汇泉集团下属汇泉科技总裁，我今天亲自参与这场应诉，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场悲剧，或者说这场逻辑错误的诉讼，向观众传达我们汇泉的态度。我们是一家有担当的企业，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守法合规的企业。以前有人说，管管游戏，救救孩子。但我认为，在如今这个充满着秩序和规则的时代，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变一下？管好孩子，人人有责。我说完了。审判长，双向情感障碍成因复杂，不能简单认定患病人员的精神疾病就是沉溺游戏直接导致的。从对方律师刚才的发言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施小虎与原生家庭情感关系紧张。换句话说，不排除一种可能，就是施小虎的父母对施小虎高压控制，亲子关系紧张，而施小虎的离家出走，就是为了逃避家长的管束。审判长，我的发言完毕。这种侵权案件能告赢的屈指可数啊！以网络安全造成人身伤害为由提起诉讼，无法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啊！这此侵权非彼侵权啊！詹梅要想证明汇泉具有侵权行为，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，去证明汇泉公司的侵权行为和施小虎自杀具有直接因果关系。而民事诉讼法里又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？这造成施小虎自杀的原因可能太多了，比如暴力啊、抑郁啊、失败啊等等，都有可能造成施小虎自杀呀。这取证难度，怪不得他败诉了。从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呀，我觉得十分棘手。你说再加上詹梅这事儿又摆在这儿，阿妮，你什么意见？尽人事吧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要先得到施小虎生前游戏账号里的相关信息。这代表汇泉公司的可是李一堂，你们闺蜜俩不得为这事儿闹崩啊？不是你小子，你这么小瞧我们安大检察官啊？你是不相信我的格局呢，还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啊？得，我错了。我现在活着呀，就希望给小虎把这官司打赢。说真的，安检察官，我现在真的我一点继续活下去的这个动力都没有。现在活着就跟一个死人一样。阿姨，我还是得劝你一句，哪怕只剩下1天，您都要好好的活着。毕竟，小虎他在天之灵，应该也不希望看到你像现在这样。这些材料我都会带走，我好好审核一下。您放心。阿姨，您之前在哪儿见过我吗？因为之前您不认识我，却让我来负责您的案子，所以您是在哪儿认识到我的呢？
我是在你们检察院的那个网络视频那个直播上面，也不全是。是，还有吗？阿姨，我想知道答案。你等等。你想要的答案都在这个里面。这些是不是之前有个男的也来找您看过？是，有一个姓何的警官，他来过我家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但是他没告诉我，他看过还有一些跟我相关的材料。毕竟啊，汇泉这家公司，他只手遮天，我是怕万一他们知道了我下一步要找你，我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我就自己留了个心眼儿。我要早知道你们俩认识，我之前还到检察院去跪什么来着。您放心，阿姨，一会儿呢，我也正好要去找这个何警官，让他给我帮一个忙。您这边呢，您就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检察院那边的事情，您就交给我来负责就好了。谢谢你。谢谢。你这大中午的就请我吃这个呀？人呐，最重要的是得知足。我们有的时候在外边办案子，连着10几天就只吃泡面，能吃一碗正儿八经煮的面条，就很满足了。行吧，在你们这边看来，我倒是有些养尊处优了。你那边查的怎么样？平静的像清水河的河面一样。我觉得小北把大家都耍了，但是我又觉得马上就会有动静。他这个人看似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心思很细，和他姐姐一样。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自杀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一出自导自演的戏。你之前在基层办公室和他挺熟的吧？嗯，小北这还是不坏，有点自我，挺有主意的。我原来是担心那么多钱，他是不是吸毒啊，或者是赌博什么的。现在知道，全给回拨了。网贷那边查的怎么样？人去楼空，这种公司都是打一枪换个利润。其实他们俩这案子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游戏，而且都是汇权游戏。我觉得得从汇权开始查。现在就得抓紧找到施小虎的邮寄账户。我这边就从检方开始入手，那边看看要不要继续深挖，要不就把2个案子并案了。同意。你负责的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是4天后开庭，对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规划一下那天的早餐、下午茶和宵夜。至于吗？这当然至于啊！您这两袖清风的，我们还天天让您给我们带早餐，多过意不去啊，是吧？我得适当反哺一下。反人了吗？哎，好，我这就过来了。那什么，韩轩，我有事我先走了。然后那个我会跟郭检电话请个假啊，有事电话联系啊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，你们俩可是真心当，你老婆怀孕1个多月了，你们居然都不知道。
她是高龄产妇，这一摔孩子都没了，多可惜呀！他还不知道呢吧？送来的时候头部着地，人都昏迷了，直接手术，哪有时间说这些？那这样，大夫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没跟他说，回头我告诉他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眼里只有工作，内卷这么严重，太平有什么意思？好好照顾病人。汉宇，你就安心在医院陪老婆啊。这些年年假你也没休过，就是感冒发烧也从来不请假，我都看在眼里，给你记着呢啊。关于后天那个网络非法经营的案子，你先放一放，我已经另外安排人去了。你现阶段主要任务，唯一的任务就是陪好李军，啊。另外啊，替我给李军带好，就说我代表院里的班子问候他。行，你赶紧忙去吧，啊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你说今天晚上说石小虎案子的事儿吗？哦。韩轩，你们这儿有吃的吗？饿了，我这有饼干，来，给我师傅的。师傅中午吃挺多的吗？我晚上也吃了，胃病老毛病，当警察的有几个胃是好的？本来我最近兜里都装点瓜子儿，饿了吃2口就没事了，结果今天换衣服忘装了。怎么样啊？哦，今下午又有个新的发现，那个石小虎给涉黄网站打赏，但是用的不是汇拨的账户。涉黄网站？嗯。微弱的烛火，闪烁的泪光，孤独的时候，悲伤不用紧张。如果失去方向，最怕去幻想，再远也不过是远方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紧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